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凯森。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准备做一期简单的盲品视频，但是呢，我觉得都不叫盲品了，就直接看颜色了。今天我们分别要尝的两款酒，分别是芝华士的水柚桶，还有松井的水柚桶，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来自苏格兰的，一个来自日本的。那我们今天就象征性的盲品一下吧，先尝松井，先尝白色的。这个颜色太淡了。我真的是，我当时大家如果对松井不是很了解的，可以看我以前的一期视频，我们着重的去品测了一次松井的水柚桶、樱花桶，还有一个它的霹雳。但是今天的水柚桶呢，真的是一如既往的。但是就是说其实它这个水柚桶，它在就是说已经连续几年拿到了那个威士忌圣经的，就日本最佳的那个单一麦芽威士忌。它真的是很轻柔淡雅，一点点的那个沉香的味道。你是说檀香吗？檀香也有一点点檀香的香气，很淡的那个奶油，就有点类似于太妃糖。啊，这个酒真的是太淡了，非常的淡。好吧，尝一下。我觉得还挺甜美，就甜，很甜美的那种感觉，然后很淡雅，像清酒。比日本清酒来说，它味道会更浓一些。但是它那个甜度，就那个甜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真的是有一点点类似于日本清酒的那种感觉，是吧？就我觉得还不错了，还行吧。但是这个价钱真的是，然后那个味道你会感觉在嘴巴里面没有特别多的那种爆发点，完全没有。对，就是很平淡。然后呢，它的味道都是一点点。喝着有点累死。来，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拿Speyside一些比较轻柔淡雅型的，其实都能够比过它。秒杀。对，很多能比过它。你知道这个酒一闻有个什么味道吗？焦糖。肉桂，这个香气就整个就很饱满的出来。你说的是同样的，然后带有一点点那个，你知道吗？酒糟汤圆。是不是有一种那种酒糟汤圆的那种香气？这酒吧其实也没有很多的香气，就是很直接、很直给。但是它闻味道你就能知道它的味道还挺饱满的。就是饱满，对，但出来的是层次感不丰富，就是在一个酒的香气里面它掺入了一个很大比例的那个木质的香料在里面，所以就闻起来说，我刚才说的那种酒糟的那种气息。酒闻着还有一点点呛鼻。还挺好喝的，就是它前面的那种化开的奶油的香味，后面还有一点点油脂感。但是其实整体也是单薄。味道有点少。味道还是很少，就是属于那种你喝一下，然后感觉一下有酒精度在那边，然后甜甜的，然后后面有一点甘苦回甘，然后它的酒精度也 OK， 有一种发热，喝完那个发热的感觉。我喝完这个酒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买醉的酒，是不是？其实它这个酒怎么说呢？它口感入口的时候还是属于比较润的那一种。很柔顺，就柔滑，然后比较润的那种。但是你要说想要在这个酒里面找到一些就是说比较多的香气或者味道的话，那基本上就不用想。对，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跟他用的那个水柚桶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它在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那个味道其实还是偏少。而且今天我酒没有陈年，我反而觉得它会比那个松井还要少，还要更少一些。松井虽然很清淡。就是说但是它那味道它还是一点点还是有在变的。然后这一款的其实就我觉得有可能，对，我觉得有可能它所里面加到的，就是说那个甜味有点盖掉了它那个细微的那些变化了。所以它的味道我觉得会有点特别的少。但柔顺是有的，柔顺很好，入口的口感很好，对，口感很舒服。
好吧，那我们今天也不猜了，我们就直接请导演给我们揭晓答案吧，因为太明显了。刚才导演帮我们把酒放上来的时候，然后 Tason 哥说，这瓶松井你上次做完视频，事隔半年时间拿回家一口都没动，然后我就特别开心的告诉他，我这酒连酒柜我都没放，我直接放到我们家的那个 storage， 就是仓库的那个位置。如果是喜欢就是说稍微重口一点的人，可能就真的会觉得这酒有点太……我口味也没有那么重呀，我 Glen Grant 喝的也是很开心的呀。Glen Grant 它的味道层次它会更多一点的，就是说它的整个的变化，它会相比于它来说还是会多的。这个酒就真的就只能自己喝，要么就是说配一下日料，我觉得还不错，应该在家里对，把它当成那个清酒，才不要呢。把它当成清酒去想象，我觉得还 OK。我先帮大家介绍一下价钱吧，这瓶松井要100块美金，然后这瓶酒呢大概是30，有那么贵了吗？现在涨到50了，所以我觉得还 OK。就是说普通大家想要去尝试一下，就是说因为在日本水油桶这一个，就是说这一个威士忌上面，其实基本上的价格都还挺高的。那你要在市面上，你想要找到一瓶，就是说像它这个才40-50的。那你不觉得这瓶酒它没办法体现出来那种水油桶的感觉吗？其实我能够在包括闻味跟喝的时候，其实是能够体会到，就是对它有那个水油，因为水油桶其实它的本身的味道就不会有特别大、特别多，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清淡型的。那这一款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如果你是说喜欢一些比较淡雅的，那其实是慢慢去品味，它有一些味道变化在那里。对，其实如果只是在这2款里面选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会去选它，就我自己喝我会选它，对，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层次会更多一点。我真的今天这你2款都不想推荐？我2款都不想推荐，就是如果你们在那个钱包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去尝松井，但是尝完了它绝对是一个你记忆犹新的反面教材。其实也不一定，其实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就是喜欢那种淡雅型，对，就例如我们喝红酒也是一样，有一些人喜欢很浓烈的，那可能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勃艮第那种清清淡淡。我反倒如果让我推荐，我一定会推荐芝华士。就是这款酒，价钱还有牌子，然后它的颜色、它的外观，然后它的柔顺度都就是在这个价位上40-50块钱，其实还是可以的，因为它足够特别。就是我觉得它放在芝华士它自己的产品线里面的话，其实这一款酒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只是大家都觉得有年份就一定会很好喝，其实未必是那样的。这款酒你拿过来，它这一款其实它是在那个12年的基础上去做的，对，它比12年好喝多了。它其实它完全可以去比那个18年。我本来想跟他说，我说我们做一期芝华士的横向对比，他非要做水油桶，结果水油桶做完了之后吧，你说这俩它有什么可对比的点？我真的是，我昨天查资料的时候看了一下，他2013年就已经出了这个酒了，为什么我们3年前才发现的这款酒？在其实包括13年，包括15年的时候，其实那个三旗他们这一些酒其实已经是在往上走了，对，然后最火的时间就是说，它真正就是说被大家就是说突然意识到的，应该是在15年的时候，因为三旗嘛，三旗它的那个雪莉桶被作为全球最佳的那个单一麦芽威士忌的时候，然后一下子就大家就关注到了日本威士忌有这么厉害。所以芝华士是厉害的，他在就是人家还没火或者这个水油桶还没火的时候，他已经触觉到了水油桶这个点。哈，人家2013年就这瓶酒他就已经有第1个版本了，只是说那个时候什么喝威士忌的人哪知道水油桶呀？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敏锐度在这个酒上面。从整个芝华士它的发展过来看，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芝华士其实在做市场方面他们是非常厉害的。推陈出新。对，而且你想想，它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食品店，就可以卖食品店的。但是在那种就是说
就1838年的时候，芝华士兄弟才进入这个公司，就这个食品店。然后他们一进去之后，其实他是把整个店他是完全改了，他是改成怎么样？改成他只卖那个高端食品。然后它的整个店的陈列，对于现在就是说，包括很多做零售行业的人来说，其实他们在那个就是说1838年那个时候那种做的那种陈列方式也好，它的销售模式也好，其实现在对于很多零售行业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很多人还在模仿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吗？对，就你想想，现在都2022年的时候，很多人还会去。其实把他的店放到现在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精品店，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品店，所以他们这芝华士兄弟是真的非常厉害了。其实我觉得这款酒是可以推荐的。是。对，当在他自己产品里面，我觉得这款酒可以推荐。真的会有人喜欢芝华士自己单独喝吗？不是都是对红茶、绿茶、雪碧啊？也会吧。其实我们也好像喝过它的25年了，我也觉得不好喝。上次那个25年的回忆是在我们年会的时候，然后他就25年完全都没喝完，然后我们就走了。对，一人喝了一口，然后就不想再喝了。怎么可以这么？但是这一款我觉得 OK 了，这一款我还是会喝，可能跟它25年放在一起，我都会喝这一款。行，那说明还是值得买的，几十块钱美金是可以的。好了，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